现在呢？还在那儿吗？好，好，没事，再见啊。这个王鹏啊，现在还在大公集团当保安。大公集团，那是罗怀公的地盘，有点意思啊。有点意思。查这王鹏，行。有点意思，有意思，有意思。进来。张院，我找你有事儿。张院，关于郭伦窃取公民个人信息一案，我们已经传唤了被告和他的律师，也询问了公诉方。在综合移交上来的材料，合议庭认为海中区法院一审的判决是正确的，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瑕疵。合议庭最后给出的意见是驳回抗诉，维持原判。说句实在的，我也认为判的没错，但是不是要保持一致吗？那既然要硬判，为什么不在区法院一审就判了，还拿到我们中院来？这不是多此一举吗？这不中间出了岔子吗？区法院还专门指定林红当主审，可也不知道他哪儿短路了。法庭上来个突然袭击，搞得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了。2年多以前，我对祈愿阐述的疑罪从无也是不以为然。后来经过实践，我认识到，祈愿积极贯彻最高法的疑罪从无精神是正确的，而且疑罪从无也得到了全国各级法院的认可，从而最大程度避免出现新的冤假错案。如今以审判为中心的法官负责制已成了各级法院所遵循的审判原则。林红法官这样做，完全合乎规矩啊！法官负责制，也是在党委领导下的负责制。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经济建设有利的，我们就要保护；对经济建设不利的，我们就要反对。张燕，您这说的有点大了吧？这郭伦这个案子，我们判他有罪，就是对经济建设有利；如果判无罪，就是对经济建设无利。政府的网络都被黑了，个人的信息都被盗了，这个影响还不够大呀？张远啊，我这段时间跟年轻人讨论学习，我也深受启发。我们老一辈的法官一直有法律工具主义和重刑思想的传统，其后果就是会造成一系列的冤假错案的产生。我一直弄不明白，一个案件里有比苍蝇还多的疑点，而这个人可能没有真正犯罪的结论，会这么难呢？你这什么歪理？程序主义疑罪从无的风险是有可能会放走一个坏人，而实体正义有罪推断法律工具主义的网判错判，会把一个不是罪犯的人判为有罪，这不单单是冤枉了一个好人，还会放走一个真正的坏人。这是祈愿过去阐述时经常爱举的例子，我认为非常有道理。好，理论上不争了，说具体的。选你当主审，是组织对你的认可，你可不要辜负领导对你的信任。我考虑一下吧。不是考虑一下，是要慎重考虑。我明白。蔡老板，哎，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啊。啊，什么事儿？这个人你见过吗？哦，这个人啊，我认识啊。你认识啊？啊，这人不到1个月前，哦，也就20多天前吧。啊，他每天上我家来饭馆来打饭来。哦，哎，那他每次来打饭量多吗？啊，就2个人嘞，就2个人饭。 2个人啊，就2个人饭。那是你们给他送吗？不是不是，我在小郭要给他送吧，他不让，他自己来取。行，那老板，那谢谢你啊。哎，不客气不客气。嗯，慢走啊。哎，大姐，我想问一下，你天天出摊吗？
今天出发。行，你看看这个人，你认识吗？我好像见过他，见过。是不是经常骑电马？啊，对对，就他。想起来了，是个送外卖的。哦，有些日子啊，他每天往里边送吃的，不管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他每天都送。每天送。好，谢谢大姐啊，非常感谢。老队，忙啊！向科长，那个怎么样？还在忙争夺那个案子？这案子这么长时间了，现在终于有个突破了。是吗？啊，那恭喜你们！你们是从哪一点开突破的？你看啊，郑铎躲在屋子里不出来，但一定要吃要喝吧？对啊。那这吃喝一定会有人给他送饭，对不对？那这送饭的一定不会在家里面做饭，肯定是去餐馆给他买现成的，对吧？对，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线索。好，我跟老侯去汇报去了。啊，行，回见啊。好。妈，爸，今天下班前啊，我们处长突然找我谈话，说要把我调到研究室去当主任。研究室主任是个正科级了。你小子可以啊，这才参加工作几年，就混上正科了？哪有那么快呀？刚提副科2年才。我也不知道，我们处长还说啊，领导发话了，说你妈妈在法院工作这几10年，一直任劳任怨、勤勤恳恳。领导交代的工作从来不打折扣、不讲价钱，要我多向妈妈学习。要我说啊，肯定是妈在上面有铁关系，要不然什么关系？胡说八道！我是不是说错话了呀？妈是怎么了？更年期综合症。罗总，来坐。他又发来消息了，紧急。等我一下。我说嘛，原来是这样，天上怎么会掉馅饼？这明明是证据不足，还要强行硬判，还要在他当院长的法院来判。我真搞不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说气话没用，赶紧想想怎么办。你说个办法。很明显，如果他们拒绝按照某种意义宣判，儿子连正科没门，我看连副科都保不住。只要郭伦被判刑，我呢就在舆论上给他造造攻势，名正言顺地把这启恒赶出法院。只要我们大家伙努把劲儿啊，把张延军弄上去管刑审，这样主动权也就回到我们的手上了。至于公安局的洪明杰、郝行之类的，完全不用担心，我们有办法让他像向科长那样乖乖的听话。好，知道了。警察已经闻到王鹏送饭的味道了。我原以为
王鹏可靠，没想到王鹏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梁山好汉的后代，啊，可是真要落到公安的手里，该吐的也要吐出来。他就是不吐，警方也有办法让他吐。他那点智商，根本就不是警察的对手。虽然郑铎死了，那条线断了，但是王鹏漏了，也够我们俩喝一壶的。到时候就说都是我一个人干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这么说，谁会信？不信可以啊，拿出证据来。不，我不舍得你一个人进去盯着，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进去。这样总比我们2个人都进去强。我要是进去了，你还能在外面帮我想办法。要是你进去了，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还有一条路。杀，杀一个也是杀，杀10个也是杀，王鹏也得做掉。这出一件事就杀一个，出一件事就杀一个，这杀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是的，我们俩没有退路，相信我。一定会有办法。没事啊。苏总，这么晚你还过来了？我是来找你，明天给你放2天假，去学校看看兰兰。我是想，你们父女2个好长时间没见了，好好在一起吃顿饭。真的，太好了，谢谢苏总，谢谢你。行，那我先走了。哎，慢走啊，苏总。我醒来，你不在我身边，怎么突然来到书房了？突然间想起来，有份合同还没有过，怕有问题，就来看一下。急什么呀？明天处理也来得及的嘛。对，明天再说。
张远，我知道了，你放心吧。你愿意接受组织交给的任务，这很好，但是工作不能急，啊，尤其是庭前的工作一定要做慎做细，避免在庭审的时候出现任何意外。我懂。准备去吧。又跑了啊！公司的保安部说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儿请假了。上哪儿去了？谁知道呢？请假是吧？请几天假？他们说了，请2天。不会又跟郑铎似的，走漏消息了吧？老何，会不会是我查石门街案子的时候走漏风声的？啊，也有这种可能。反正已经这样了，抓紧时间查吧。要不这样，我明天啊亲自带弟兄们去大公集团的门口蹲着，他要是真请假了呢，没准明天就回来了。嗯，也是，咱去吧。行，那就这么办。总之呢，我刚才说的就是上午院委会传达的一些内容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啊，“一带一路”是我们国家的重大的战略部署啊。作为我们齐州中院呢，我们要对这个“一带一路”的重大部署呢，做好法律服务。道理大家都懂啊，可是具体怎么服务呢？牛爹，你看啊，随着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提升，我们参与国际的事务也越来越多。那么涉外案件呢，现在已经在不断的增加了。是的，特别是一些涉外的民事、商事、知识产权的案子，数量大量的在增加。所以以后咱们接到的案子呀，一定要做到高效、公正、高质量的审判和结案，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提供更加优质的法律服务和保障，这就成了。你们说的都是民商庭和知识产权庭的事儿，我是问，跟我们刑事庭有什么关系？有了，当然有关系了。比如说广州中院，他们就专门设立了一个庭，而这个庭的全名叫做“一带一路建设案件专业合议庭”。等等，小马，你说的这个庭啊，我知道，那是专门审理涉外民商事纠纷的一个合议庭，但它不是刑事庭啊。我是说，咱们刑事庭该干什么？是这样的，我来补充一下啊，老牛，你比如说现在的地下黑彩早已发展成那个网络赌博带有这个外围性质的全国性的彩票呢，你比如说外围赌球外围赌车呀，这个外围的六合彩，对，外围的几乎所有的赌博方式都利用高科技上网。你说。操纵盘口的庄家呢，一般都隐藏在境外远程控制。那么大量的赌资呢，可以通过网络瞬间转移到境外。虽然有一些小的庄家或者代理商都在国内，但是金字塔顶尖的那些操纵者全都隐藏在境外。比如说近几年来频繁发生的这个电话诈骗案，犯罪集团就是为了逃避我们国内的打击，然后才转移到国外。比如说他们的窝点和主机服务器全都在国外，而且在这些赌博和诈骗下面所派生出来的跨界抢劫、枪支买卖、黑吃黑、杀人灭口等一系列的刑事犯罪的案件是不断的在增加。所以牛爹，你看，这会不会使我们在座的法官们大有用武之地呢？哇，后生可畏啊！你看看我这记性忘了一个东西，忘了。哇，我最喜欢吃的粽子。那马姐听说你要当“一带一路”的大法官了，厉害啊！是啊，哎呦，我这叫压力山大呀！压力大什么呀？这还没最后定论呢。这个院里边原来八字还没一撇呢。你是不是想来我们家蹭饭啊？什么叫来你们家蹭饭啊？我还免费给你们家那个洗碗拖地什么的呢。来，吃粽子。
吃粽子，来吃个咸的。我爱吃甜的。你爱吃甜的，你真的是黑暗料理界的王者吧？吃粽子哪有吃甜的？当然吃咸的。哎，你爱吃咸的，你是魔鬼吗？你才是魔鬼，当然咸的好吃，当然是咸的好吃。哎呀，行，你俩别争了，赶紧吃吧。哦，对了，说正经的，曲苑，上次是钟律师去给郭伦做的辩护人，这次如果要上诉到中院的话，肯定会有些吃力。咱们要不再请一个律师，2个律师一起怎么样？请200个也没用，这回对方啊，他就是志在必得。怎么会呢？这种案子都是要公开审判的，我们跟他们讲事实、讲道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们还能不顾事实呢？就看大家怎么想。我想呢，如果要判无罪啊，这个反对的声音会大一点，说：“哎呦，你看看，这法官的家人啊，高抬贵手了，你看看啊。”哎，所以啊，这个舆论呢，可能是要大一些。你别说了，都怪我。哎，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其实要怪啊，你就不应该是齐衡的家人。什么？你说什么？你大一点声，我没听见。啊？知道。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王鹏强奸了苏涵，苏涵把他给杀了。我们之前找过王鹏了，他同事呢说他请了假，本来应该是明天才回来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今天晚上提前回来了。是谁报的案？苏涵报的案。我杀人了。什么？你现在的准确地址？大公集团，宝来市。5分钟之内，我们的人就会赶到。苏涵用的是一把单面开口的长刃水果刀，刀身呢差不多有20公分左右，插进王鹏身体有15公分。这把刀谁的？说是王鹏的。苏总，正好，给你夹个菜。韩苏，谢谢苏总。不做了。你这刀刀，你看我做保安的，收拾咱们公司这么大一栋楼，防身用。不是给你配警棍了吗？咱那警棍它不能真放电呀，遇着事儿啊，还是这刀好使。叫你来守门的，又不是让你来打架的，有什么事儿你打110就行了。这么长的一把刀，要是真伤到人了怎么办？要真遇着事儿啊，就拿刀吓唬吓唬，不会出事儿的。强奸既遂了吗？应该是既遂，因为苏涵的体内体外都有精液，我们提取了检样，明天会有结果。一个老实巴交的小保安，居然把对他那么好的副总给强奸了。这个，按照苏涵自己的说法，是王鹏那天晚上喝大了，一时激动，然后呢兽性大发，所以苏涵认为啊，他这是正当防卫。你们总部的安保室只有他一个人值班吗？白天有好几个，晚上到处都开着安防设备，再加上大楼里从来都不放现金过夜，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所以就一个人值夜班。有及时进出大楼的，给开关个门就行。那这2年来，都只有他一个人？除非他有时间请假，保安部会另派人接替他。平时就他一个人。那他经常请假吗？很少。那你昨天晚上是什么时候去安保室的？
9点左右，可能还没到9点。我把办公室的事情处理完之后下楼，看见保安室有灯亮着，我就想去看看到底是谁接替了他。没想到进去一看，竟然是他本人在里面。王鹏，苏总，哎，苏总来了，快坐。给，谢谢苏总，谢谢。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呀？不多，就多喝了这么点儿。哎，你不是请了2天的假吗？怎么提前回来了？兰兰考试忙，顾不上我。王鹏，那你早点休息吧，我先回去了。哎，王鹏，王鹏，王鹏，你干什么呀？王鹏，你放开我！王鹏，王鹏，你干什么呀？放开！你放开我！开我！王鹏，干什么？明君，你说这是不是被动引诱啊？即使是算，被害人也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我也是纳了闷儿了，这堂堂一大公集团，竟找一酒鬼当保安。那他的侵害行为结束之后，你又是对他怎样攻击的？他当时很疯狂，把衣服扔得到处都是。他松开我后去拿衣服，我无意间看见了枕边的刀。我爬起身来，抓起了刀，我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向他刺去。苏涵，你冷静一点。这样吧，今天调查就暂时到这里。郝警官，你也看得出来，我的当事人是属于正当防卫，最多也只能算是防卫过当。我想为我的当事人取保候审。后队，请指示。明姐，你看，同意。同意。好吧，
你带着书签字吧。行，那我们先走。苏总是直接的受害人，其愤怒程度要大许多倍，所以应负的法律责任应该小许多倍。我有把握替苏总做减罪辩护，力争判个缓刑。那就辛苦你了。那两位老总没有其他的事情，我就先回去准备了。罗总，要是没有其他事情，我也先出去了。喂，小安，上回我跟你说的事情，帮我盯紧了，都是一条船上的兄弟，等我度过这一关，少不了你的好处。请全齐齐。请全体坐下。王传兰，这是马法官，你应该认识吧？不认识，我也不想见到你们。第一次你们冤枉我爸爸是强奸犯不成，现在我爸爸死了，你们还要说他是强奸犯？兰子，我能这样叫你吗？我知道你很小的时候，你妈妈就不在了。你一直跟你爸爸相依为命，现在出了这样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吧？这个呢，是我特意让我妈妈手工缝的，我帮你戴上，好吗？当时有很多人，他们都误会你爸爸，可是有一个人，他一直站在证据高于一切的原则上据理力争，给你爸爸洗刷了冤屈。你不记得我没有关系，但我相信你一定记得他吧。我记得，是秦恒叔叔。我爸老跟我提起他，说他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没错，祈愿他在我心里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几年之前，他的妻子被人杀害了，他就一直发誓要找到凶手，所以我很希望我可以帮助他。这种心情就好像是你想帮你爸爸洗刷冤屈是一样的。兰子，祈愿他既然可以帮你爸爸第一次，那他就有可能帮你爸爸第二次。你只有好好的配合我们，
我们才有可能帮你爸爸洗刷冤屈。你也相信我爸爸是被冤枉的，对吗？我相信的是证据，就像上次一样，你帮助我们把那些证据都给找出来，好吗？那么前天，你爸爸是不是去学校找过你？对。他也就第一次我学校报到的时候送过我，之后都是我回家去看他。那天他来了，我还挺意外的。那你爸爸有没有跟你说些什么？找什么呢？这个拿着。这里面是什么钱啊？这张建行卡是咱家老宅子拆迁的时候，政府给赔了。当时啊，想着留着给你上大学用，不是现在用不着了吗？爸就一直存着。这张农行卡是爸每个月的工资，没花完，也都存着呢。你该花的就花，不用给我存，这存银行也没多少利息。给，傻闺女，拿着，爸呀，留的够用，记着啊。这张建行卡有60多万块钱呢，爸都给你买的理财产品，短期的。到期之后呢，银行会连本带息都打到卡上，到时候你再接着买啊。密码就是爸的生日，阴历的。这么多钱放我这儿，那我再把卡弄丢了，我请示的人多，还是你拿着吧。给你吧，拿着，丢了怕啥呀？挂失就行。那不得拿你身份证挂失吗？哎，你去挂。那万一爸没呢？他说人哪有准，万一哪天过马路被车撞了，你前阵子不就被电动车撞了吗？你说你被电动车撞过？就1个多月前吧。1个多月前？是不是5月12号在文华路晚上10点钟左右？你怎么知道？现在由被告人做最后陈述。被告人，我还是那句话，我没有攻击政府网络，那 U 盘也不是我的。现在，审判长，辩护人，你还有什么需要向法庭陈述的吗？我方找到一个新的证人，能够证明我的当事人当晚在案发时间段内没有在家，没有在那个电脑前，请求法庭传唤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在哪里？证人就在法庭外面。传唤证人出庭。哎，徐远，兰子，你别怕，你就说你看到的事实，法官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就行了，好吗？我知道了，去吧。走吧。证人，你确定被告人就是那天晚上救助过你的年轻人吗？我确定。他当时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他那天晚上穿了一个黑色的外套，戴着黑色的棒球帽，还有一副那种宽边的眼镜。被告人当时的穿着和今天有很大的视觉差异。你怎么就能够确定他一定是那天晚上救过你的人呢？那天晚上我们挨得很近，我能很清楚地看到他的长相。公
公诉人可以询问证人。证人的证词内容不具备客观唯一性，相反却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不可采信。证人，除了刚才的证明，你还有其他什么可以证明的吗？有。那天他背着我的时候，我手搭在他肩膀上，看到他耳朵的右下方有一颗痣。公诉人、辩护人可以近距离观察。好的。公诉人对新出现的证据有无异议？没有。我听见回声，来自山谷和心间，以寂寞的镰刀收割空旷的灵魂，抚几段的诱饵，捕获缥缈的唯美。我相信自己，生如璀璨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摇曳如花。一路走来，一路盛开。我听见爱情，我相信爱情是一滩蒸